哈里梅根回应第一步就栽了大跟头，人还在加州收拾行李，伦敦高等法院的天价罚单就先一步寄到了家门口。哈里刚放风要拖家带口回英国定居，转头就收到了954万英镑的诉讼费账单，限期7天付清，而且这还只是首付，总账单高达3450万英镑。前脚刚做着回王室蹭兜底的美梦，后脚现实就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。这哪里是荣归故里，分明是带着一身财务窟窿回来救火，连进门的见面礼都贵得离谱。谁都没想到，这场筹划了大半年的回迁大戏，开场就以这么狼狈的方式拉开帷幕。算准了查尔斯心软，想借着孩子打亲情牌蹭好处，以为先斩后奏搬回来就能慢慢渗透，结果王室还没开口，司法系统先给了他一个下马威，天价账单、制度红线、集体冷遇，三重压力叠在一起。哈里这趟回家路，从第一步就走得步步是坑。先给你快速捋清楚这场官司的来龙去脉。哈里联合埃尔顿、约翰、伊丽莎白、赫利等6位名人，起诉《每日邮报》出版商联合报业集团，指控对方30年来通过电话窃听、雇佣私家侦探等非法手段挖他们隐私，架势摆得很足，索赔金额喊得也高，一副要替天行道、跟小报死磕到底的样子。结果打了快4年，法官尼克林直接把97项指控全驳回了。436页的判决书里写得明明白白，全是猜测和推断，没半点实锤证据。更离谱的是，明知道证据站不住脚，7个原告愣是一个都不肯撤诉，硬着头皮往下打，最后输得彻彻底底。法院直接按最高的赔偿基准判罚，意思就是出版商不用证明每笔钱花的合不合理，你们败诉方得全额承担。算下来总诉讼费3450万英镑，原告方的诉讼保险只够赔1620万，剩下1800多万的窟窿，得几个人自己掏腰包。哈里作为里面身份最显赫、财力也算最雄厚的发起人，自然要扛大头，不光要付自己的份额，还得帮经济条件一般的同案原告兜底，算下来至少要承担上1000万英镑。不光盟友在撤，连同案的原告都在忙着自保。前自由民主党议员西蒙休斯爵士败诉后第一时间就和哈里团队切割，明确表示不会参与后续上诉，也不会再追加任何诉讼成本。说白了就是认栽赔钱，及时止损，不想再跟着哈里瞎折腾。剩下的几个原告里，多林·劳伦斯女男爵年纪大了，没精力再耗伊丽莎白·赫利、萨迪·弗罗斯特这些演员，本来就是冲着哈里的名头凑个热闹，根本不想掏几百万英镑填窟窿，一个个都在观望，等着哈里出头扛下大头。名义上是7个人的集体诉讼，实际上到了赔钱的时候，重担大半都压在了哈里身上。他是发起人，是身份最高的那个，也是大家默认最有钱的那个，别人都能找理由少出不出，他不行。总不能让埃尔顿、约翰这位乐坛前辈多掏，更不能让普通的活动家兜底，最后只能他硬着头皮扛下最多的份额。曾经一呼百应的王子，如今成了人人都想甩锅的冤大头。说起来也讽刺，判决刚下来，原告团里的前自由民主党议员西蒙休斯爵士就赶紧切割，摆明了不想再趟这趟浑水。剩下的烂摊子大半都压到了哈里和埃尔顿·约翰头上。说起来，哈里也算是诉讼王子了，这些年跟小报打了3场官司，赢了《每日镜报》拿了10几万英镑赔偿，和《太阳报》和解收场，输给《每日邮报》赔得最惨，1胜1平1负收尾。最后这一仗直接把家底耗掉大半。而且这还没完，10月2号之前他还得决定要不要上诉，上诉就得接着烧钱，不上诉就得乖乖认赔，左右都是出血。最巧的就是时间点，8月20号哈里方放风要回英国定居，8月21号法院就下了诉讼费裁决，前后差了不到24小时。说是巧合，谁信？这哪里是正常的司法流程，分明是给他准备的回家税，人还没落地，先给个下马威，让他搞清楚，回英国不是来享福的，该担的责任，该付的代价，一样都少不了。很多人可能会说，哈里好歹是王子，1800万英镑还拿不出来，还真不一定，你算算他这些年的账就懂了。戴安娜留下的信托基金，他分了650万英镑本金，加上王太后留的遗产，
巅峰时净资产也就 1.4 亿美元，听着不少，可架不住他造得快啊。2020年出走加州，光蒙特西托的豪宅首付就掏了1400万美元，还背着2笔抵押贷款，光房贷1年就要近60万美元，再加上每年200-300万美元的安保费，10几万的地税，管家园丁团队的工资，私人机出行，孩子的学费，一年刚性支出打底600万美元，日均2万美金往里烧，哪怕闭上眼睛，房子每天都在疯狂烧钱。这6年他的进项呢？网飞7400万的合约看着多，可重点节目被砍，合作到期不续，后续没了下文。Spotify 播客做了1季就黄了，平台高管暗讽他们光拿钱不干活，自赚备胎版税赚了一波，可架不住连打5-6年官司，律师费就是个无底洞。这次每日邮报官司败诉，3000多万英镑的赔偿砸下来，保险赔完剩下的窟窿，直接能把他剩下的信托本金耗掉大半。梅根那边就更不用说了，自有品牌 As Ever 压了65万件，库存卖不动，几千瓶果酱最后都得上节目送人。07食品线亏了几百万美元，夫妻俩早就开始裁员缩编了。巅峰时17-8人的团队，现在砍到只剩4个全职员工，连高端办公室都退了，改成居家办公。之前还有人说他们可以卖戴安娜的珠宝周转，可那些都是纪念款，真要是变卖了，全球舆论得炸锅，等于坐实了他们挥霍戴安娜遗产的骂名。梅根再想立人设都立不住，这条路根本不敢走。好莱坞的圈子更是现实的刺骨。当初刚去美国时，奥普拉、贝克汉姆夫妇、卡戴珊家族都抢着跟他们打交道，名流派对邀请函堆成山。可几年下来，大家发现他俩除了王室八卦没别的干货，还总惹争议，纷纷悄悄划清界限。安娜温图尔直接公开表示讨厌他，时尚圈的门彻底关上，奥巴马夫妇跟他们保持距离， NBA 全明星赛零做全程零交流，连个眼神都没给。最近连玛莎·斯图尔特、大卫·福斯特这些老熟人都跟他们撇清关系，上流社会的门早就悄悄对他们关上了。比财务窟窿更扎心的是，哈里身边的朋友圈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全面崩塌，钱没了可以再赚，可曾经捧他挺他的盟友们正在一个个抽身离场，把他彻底推向孤岛。这场每日邮报的官司就像一面照妖镜，照出了人情冷暖，也照碎了哈里自以为坚固的社交底气。最让他措手不及的是埃尔顿·约翰爵士的疏远。这位乐坛传奇是戴安娜王妃的生前好友，当年哈里婚礼上，埃尔顿特意取消2场拉斯维加斯演出，专程到场献唱，给足了哈里面子。刚退出王室那几年，埃尔顿也是公开站出来支持他的少数名流之一，帮他的慈善站台，替他的决定说话，堪称哈里在王室之外最硬的靠山。可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彻底耗光了这份交情。据《每日邮报》的内部消息透露，哈里对这场诉讼近乎痴迷，明明证据不足，胜算渺茫，却死活不肯撤诉，硬拉着一众原告陪他死磕。埃尔顿·约翰本来只是想借着集体诉讼讨个说法，没想跟着他打一场必输的仗，更不想平白无故背上几百万英镑的债务。知情人士的话格外扎心，这场官司成了哈里的执念，但并非所有人都愿意与他同流合污。埃尔顿支持他，但支持也是有限度的。官司败诉之后，埃尔顿那边更是态度急转，不仅没和哈里一起发声明抗议裁决，反而悄悄让团队和哈里方划清界限，连后续要不要一起上诉都绝口不提。当年能为他推掉100万演出的老友，如今连一起承担败诉后果的意愿都没有，这份落差比赔钱更伤人。埃尔顿的动摇还只是开始，更早之前，贝克汉姆夫妇就已经和他们彻底切割了。想当年哈里婚礼，贝克汉姆和维多利亚盛装出席，两家来往密切，维多利亚还和梅根聊时尚谈合作，一副闺蜜情深的样子。可没过几年，两边就彻底闹掰。起因是哈里怀疑贝克汉姆团队向媒体泄露他们的私人行程，直接断了联系。之后的几年，贝克汉姆家的重要活动再也没出现过苏塞克斯夫妇的身影，维多利亚的时尚派对、布鲁克林的婚礼全都没邀请他们，哪怕梅根多次主动递橄榄枝，想蹭贝克汉姆家的时尚资源和人脉，对方都不咸不淡地避开了。说白了，
贝克汉姆夫妇在名利场摸爬滚打一辈子，太清楚什么人能交，什么人会惹麻烦。哈里梅根争议缠身，负面不断，和他们走得太近，只会拉低自己的口碑，耽误自家的生意。有圈内人总结过他们的交友规律，人们对他们非常忠诚，直到他们不再忠诚为止。友谊开始很牢固，但后来发生了一些变化，突然之间，他们就出局了。他们总觉得别人对自己的好是理所当然，总把朋友当筹码、当工具，需要的时候凑上来，不需要的时候抛在脑后，甚至反过来猜忌、甩锅。时间久了，再热的心也凉了。梅根那边的好莱坞社交圈凉得更彻底。刚去加州的时候，他卯着劲想挤进顶级名流圈，奥普拉是他的座上宾，乔治·克鲁尼夫妇帮他牵线搭桥，塞雷娜·威廉姆斯是她的闺蜜，连卡戴珊家都主动递来派对邀请函。那时候他风头无两，觉得自己靠王妃身份就能轻松拿下好莱坞。可几年过去，情况完全反转。奥普拉做完专访后就很少和他来往，后续合作全黄了。乔治·克鲁尼夫妇再也没公开提过他们，私下聚会更是避之不及。网球名将小威的婚礼、生日宴，梅根都没再收到邀请，就连最爱凑热闹的卡戴珊家族都悄悄和他们划清了界限。家族的顶级生日派对、圣诞晚宴，连邀请名单都没进。更尴尬的是，每年的奥斯卡名利场派对 Met Gala 晚宴，梅根团队年年放风说会出席，最后次次都落空。说白了，就是主办方根本没发邀请。当年他以为自己是降维打击好莱坞，结果人家只是蹭一波他的王室热度，新鲜劲过了，发现他除了八卦没别的价值，自然就把他踢出局了。好莱坞从来都是最现实的地方，你有流量有价值的时候，人人都凑上来捧你，你没了利用价值还一身麻烦，人人都躲得远远的。说白了，加州的美国梦早就做不下去了，钱快烧完了，人脉也凉透了，再耗下去就得卖豪宅度日了。这时候想起回英国，哪里是念亲情想尽孝，分明是现金流绷不住了，回来找亲爹当提款机都抵来了。就像网友说的，趁着老父亲还在，赶紧回去薅一薅，等他哥继位了，门儿都没有。哈里心里的小算盘打得噼啪响，他算准了查尔斯心软，念父子情分，不会看着他背巨额债务不管，更算准了查尔斯疼孙辈，看在阿奇和莉莉贝特的份上，也会伸手拉一把。这笔天价诉讼费，他自己肯定不想掏，回来跟查尔斯撒撒娇，打打亲情牌，再让孩子在爷爷面前卖卖萌，老爷子一松口，从兰开斯特公国的私产里拨点钱出来，账单就解决了。不光是诉讼费，还有每年几百万英镑的安保费，他也想着让老爹一并包了。之前他就因为安保的事跟王室打了好几次官司，次次都输。政府明确说非在职成员不享受公费安保，可他知道查尔斯心疼孙子，怕孩子出安全问题，大概率会私下掏私房钱给他们配安保。安德鲁都被剥夺头衔了，查尔斯还不是照样给他找房子掏安保费？亲儿子总不能比亲弟弟待遇还差吧？而且他还留了后手，加州的豪宅不卖，葡萄牙的度假别墅也留着，英国这边只租郊外的私宅，不占王室房产。说白了就是两头占位，英国这边好处捞到了就多带，捞不到就拍屁股回加州，进退都有余地，怎么算都不亏。他甚至还抱着一丝幻想，先住回来，慢慢刷存在感，时间久了公众适应了，说不定就能慢慢恢复办公职身份，重新拿回王室特权。当年桑德林厄姆协议又怎么样？只要磨得查尔斯松口，凡事都有转圜的余地。他总觉得自己是戴安娜的儿子，是王室的备胎，天生就该有一席之地，哪怕闹得再僵，血脉亲情也割不断。只可惜他算准了查尔斯的心软，却没算准王室的集体意志，更没算准威廉的态度。他以为回来是步步渗透的开始，在王室眼里不过是又一场投机钻营的闹剧。这里面最拧巴的当属梅根，他打心底里不想回英国，这个让他觉得窒息、处处讲规矩的地方，他早就待够了。可现实摆在眼前，加州的生意做不下去了，好莱坞的圈子融不进去了，再耗下去连体面都维持不住了，只能跟着哈里回来蹭王室的余温。
他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。回英国住，顶着萨塞克斯公爵夫人的名头，品牌溢价能往上抬一抬，谈英国商超合作，找本土网红带货都方便。哪怕不能参加官方活动，偶尔拍点庄园下午茶、王室周边日常，也能维持热度，比在加州无人问津强。他心里还有个没说出口的盘算，借着回英国的机会，重新搭建自己的名媛社交圈。好莱坞的路走不通了，英国本土的贵族圈层、名流圈子，总还会给公爵夫人几分薄面。以后出席个慈善晚宴、马场活动、私人派对，照样能维持住名流身份，总比在加州无人问津强。他甚至已经在悄悄对接伦敦的顶级百货、时尚品牌，想靠着公爵夫人的名头，复刻凯特的带货神话。只可惜他忘了，凯特的国民好感度是靠10几年如一日的履职攒下来的，不是靠个头衔就能复制的。甚至他连新的流量剧本都想好了。有消息说他要复出拍戏，客串盖里奇的网飞剧《绅士们》，本色出演一位落魄贵族公爵夫人。巧的是，这部剧的拍摄地就在查尔斯的海格罗夫庄园附近，简直是贴脸开大。剧里讲的是落魄贵族为了保庄园放下身段搞钱，剧外他自己就是顶着公爵夫人头衔到处找商机，艺术照进现实，话题度直接拉满。说白了，回英国对他来说就是换个地方继续变现，王室身份该用还得用，规矩该躲还得躲。哈里在前面跟王室拉扯，他在后面把控商业节奏，好处一起拿，骂名哈里丹。万一英国这边混不好，转头还能回加州，反正房子没卖，生意没丢，半分损失都没有。只是他可能也没料到，回来的第一关不是王室的冷脸，是法院的天价账单。眼下最要紧的不是炒流量，是先把窟窿填上。更耐人寻味的是婚姻的隐忧，好多王室专家都说，他俩的婚姻早就亮红灯了。哈里在加州过得越来越不开心，对梅根的商业规划越来越不满，俩人没少因为钱吵架。这次搬回英国，说是为了孩子，为了亲情，实则也是挽救婚姻的最后尝试。可如果回来之后好处没捞着，反而天天受冷遇，欠的债还越来越多，恐怕矛盾只会更深。毕竟梅根想要的是名利双收的好莱坞生活，哈里想要的是亲情与特权的两全。俩人看似目标一致，实则各有各的算计。真等到王室的红利蹭不动的那天，这段婚姻还能不能撑下去，谁也说不准。你以为这张法院账单只是单纯的司法判决？往深了想，这就是王室给他的第一个警告。刚宣布要回来，罚单就跟着到，等于明明白白告诉他，英国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，该担的责任，该付的代价，一样都少不了。紧接着巴尔莫勒尔的闭门峰会，更是把规则摆到了台面上。安妮长公主亲自下场敲红线，威廉法律团队连夜补防线，核心共识就5条：不恢复公职，不给王室宅邸，没有半公半私的折中方案，安保全部自费，桑德林厄姆协议框架半分不动。王室、政府双重发声，从制度层面到国家层面，彻底掐灭了他想蹭公费福利的念想。威廉的态度尤其强硬，他根本不信哈里回来是念亲情，太清楚自己这个弟弟的性子了，遇到难处了就想起家了，日子好过的时候巴不得把王室踩在脚下。备胎里泼的脏水，网飞纪录片里的抹黑，凯特种族歧视的污蔑，这笔账都记着，怎么可能转头就握手言和？更关键的是，威廉守的是制度底线，如果哈里闹了6年，爆了6年黑料，回来就能让王室买单还债，享受安保待遇，那桑德林厄姆协议算什么？王室的规矩算什么？以后人人都能学他，辞职了还能回来蹭福利，君主制的公信力就彻底垮了。威廉早就把话跟查尔斯挑明了，您私下贴补他我管不了，但官方层面绝对不能开这个先例。您在位他还能蹭点亲情，等我继位，半分特权都不会有。他要的不是和解，是不劳而获的特权，这种口子开不得。他的精简王室改革方案里，哈里头衔的处理早就排上了日程。继位后，第一步收回殿下尊称，第2步移除孩子的官方头衔，第3步如果还敢拿头衔牟利，直接推动议会剥夺世袭爵位。安德鲁就是现成的例子，该撤的荣誉，该停的特权一点没手软。
哈利也不会例外，甚至连信息保密都全面升级了，核心涉密信息对哈利团队全面屏蔽，私人会面必须有第三方在场，禁止录音录像，就是防着转头又把谈话内容剪成素材卖钱。威廉要守护的从来不是自己的王位，是整个君主制的规则根基，半分都不能让。最纠结的还是查尔斯，一边是亲生儿子，背着一身债带着孩子回来，他不可能真的撒手不管；一边是王室制度和威廉的态度，他也不能公然破坏规矩，拿公家的钱给儿子填窟窿。他这辈子最看重的就是君主制的稳定，可也最容易在亲情上心软。当年安德鲁闯了那么大的祸，他还是私下给弟弟兜底，给生活费、掏安保费。哈利毕竟是他从小疼到大的小儿子，还带着2个孙辈，他狠不下心，真的不管。可他也清楚，不能明着给，官方层面必须严守规矩，不能恢复公职，不能给宅邸，不能报安保，这是底线。私下里可以从自己的私人财产里贴补一点，帮儿子把诉讼费的窟窿填上，再私下承担一部分安保费用，算是尽父亲的心意。但他也有顾虑，一是怕威廉不高兴，父子俩因为哈利的事再起矛盾；二是怕公众知道了骂他双标，拿私人财产贴补闯祸的儿子，消耗王室公信力，所以他只能偷偷帮，不能摆到台面上。说白了，哈利就是吃定了父亲这一点，知道查尔斯好面子，心软，只要他带着孩子多往跟前凑凑，多打打亲情牌，好处肯定少不了。只是这种靠施舍来的兜底，能维持多久？查尔斯今年77了，身体又不好，还在抗癌治疗，等哪天威廉掌了权，还会不会惯着他？答案显而易见，你当年拍胸脯要自由，要独立，主动放弃了公职和对应的待遇，就别想着走投无路了还能回来蹭福利。你砸碎了信任，就别指望一句我回来了就能翻篇。你选择了投机，就别怪现实给你最骨感的结局。查尔斯的心软能兜住一时的债务，兜不住一辈子的人生。王室的头衔能换一时的流量，换不来长久的体面。靠别人兜底永远站不稳，靠自己挣来的尊重才是真正的护身符。